個玄學大靈秘嘅節目系列啊，術啊又好，法又好咧，佢係一啲叫做逆天改命嘅嘢，直接同神靈去進行一個溝通。同時把你們兩個請去幫我去施個法，那不是很厲害？手相準還是面相準？你給師兄看個面相。當他整了人之後，他的命格是改變了。如果你真的可以改變，什麼微信頭像給你算命啦，手機號碼給你算命啦，然後我改一個名我就發達啦。性格啊、六親啊，其實好準嘅。我想選擇一門術數去學習，簡單最快上手嘅學術去玩住先。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啊！我嘅課程咧，中華智慧大講堂咧已經開放啦。進入咗九支離火運咧，如果你想快一步咧，學習玄學啊，同埋一啲叫做道法術氣嘅知識啊，了解自己，幫助自己身邊牽掛嘅人咧，咁就可以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上堂，福心無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嚟到我哋呢個玄學大靈秘嘅節目系列啊！喺我左手邊咧，依然係我哋嘅法明師傅；右手邊咧，依然係我哋嘅慕雲師傅。大家好。我咧啱啱咧就換咗件衫，諗住拍啲新年嘅特別節目咧，就唔知點解就遇到咗阿子耀啊！哎，我就順便跟大家做一期節目了。係啦，因為這期節目很特別哦，好像是我們風水說到最多人一期。係嘅，人強馬壯而家係。對啊，這一期節目我們就來探討一下玄學術數當中的一些故事啊，或者說一些技巧的內容，好不好？係，好嘅。我們的後台留言裡面看到，大家其實對於八字還有紫微斗數的爭議是比較大的，他們經常會互相看不起嘛。那這個裡面最大的差異，它會在哪裡？論八字同埋紫微斗數嘅呢個變化嚟講咧，即係八字嘅變化真係大，因為佢有大運啊、流年啊、長生十二宮啊，佢嘅嘢咧就係多啲嘅。紫微斗數咧，雖然話變化嘅局咧冇咁多，但係佢穩定。我哋好多時候傾八字都係。你個人應該咁樣樣嘅，你個命應該係向住呢條行嘅，跟住你條線啊，佢有好多嘅道啊、理啊喺度。咁咧，紫微斗數咧更偏向於術數，計啲細嘅事咧，佢比八字係仔細啲嘅。咁佢嗰啲性格啊、六親啊，其實好準嘅。係啦，尤其性格比較準嘅。剛才這個慕雲師傅有講過，這個他們之間看六親啊，看這一些關係比較準。但是我知道慕雲師傅是一個很厲害的奇門遁甲的高手。我之前看過一張圖啊，就是一張圖上面有奇門遁甲鄙視所有的法術的，最皇冠的、最厲害的這樣的一個我們的老師是怎麼評價他們之間的關係？其實真的是各有各的優勢，比如說奇門遁甲，它也可以看流年大運，然後它會更細一點。但是八字呢，它對整一個大趨勢、大運的把握，它有它的優勢。但是奇門遁甲，我自己淺薄的了解來說，應該是以前古代行軍打仗。對，現在的人變成了一個布陣，僅僅算命或者所以有時候會沒有，你不要把它漏掉。比方說，我跟你同時爭一個女朋友的時候，也在打仗。沒有，其實很多人忽略了。他會姜太公奇門遁甲。對，你們忽略了現在的商仗也是一種仗，事業上的、公司上的，還有很多人官運上面的，怎麼去布局？是。對，所以其實也是一種無形中的無形的一種戰爭，對，商業的戰爭。對，那在法明師兄天眼的這個角度上面，你怎麼看這個問題？就是剛才大師兄也說到一個八字跟紫微斗數，那我們很直接，我們會請紫微帝君下來啊，然後跟紫微帝君因為我哋可以請到神靈，原來一樣嘢嘅話，直接同神靈去進行一個溝通。例如我哋睇八字嘅時候，因為八字只係顯示到佢今生佢會發生啲咩事，佢自己嘅家族啦，佢自己嘅夫妻啦，佢以後會發生啲咩事啦。但係好細節嘅一樣嘢就係，我哋係唔知道佢當中其中仲有啲咩更高維嘅指引。之前師兄參加這個通靈之王2，他請王靈官嘛。啊，對啊，就一樣啊。請紫微帝君。唔同事情就請唔同嘅，即係靈官元帥或者兵馬落嚟。係啦。那我如果說同時把你們兩個請去幫我去施個法，那不是很厲害？你唔係你睇下你做乜嘢先？係啊，你嗰啲便秘咧就用開心路啦，就唔可以用呢啲啦。對，所以我們還是聊回我們的主題啊。我問翻你啦，嗱，因為我係主持人。好啊。我問翻你啦，你有算過紫微同埋八字啊？你覺得邊個師傅算得準啲？問翻你啦又。
目前来说，我觉得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准的师傅。即係我哋都唔準啦。不，因为你刚才问的是八字和紫微斗数哪一个最准，但是我会发现学到然后修行以后，其实它算的不是那么准的。对，就是可能我的发心和起念和我刚出生的那个时辰，它发生变化了。我们这个是我的开始体验修道的人，就是有这么一说哈，就是男的归东王公，女的归西王母，哎，就不入这个。所以很多古时候修行就为了不在五行中超出三界外。其實我們所有的術數都是陰陽五行，說到底。然後看它怎麼組合，又是一個新的術數。八字咧算大趨勢啊，算我哋嘅呢個起起伏伏啊，我覺得冇問題嘅。亦都好多嘢都算到，我哋講咗好多集㗎啦，咁就唔詳細講啦。咁啊紫微斗數咧，好在佢係咩咧？佢分咗兩個派別嘅，一個北派，一個南派。其實我哋接觸嘅南派比較多啲，南派咧亦都有人叫做中州派，好靚㗎紫微斗數，因為佢同心理學結合咗啊，淨係同人哋講會發生啲乜嘢咧，唔結合一啲心理學去幫佢進行一啲按摩啊，或者疏導啊，同埋一啲更加好嘅引導嘅話咧，按摩係即係呢個心靈嘅按摩嚇。如果一個好嘅紫微斗數術師咧，嗱認一樣嘢得嚇，北派南派佢都識。咁咧佢就會算得準啦。呢兩個術數咧有一個北就係咩咧？佢唔係一個改命嘅術數。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有些人他对于什么小六壬啊，或者说一些梅花易数啊，这些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疑问，就是说小六壬也是属于其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预测术嘛。那你問下陸任師傅啊，不如？对啊，我就想问林师傅，他是六壬，那你跟小六壬到底是什麼關係？喂，兩個六咧是不一樣啦。那你解釋一下。小六任同大六任係術數嚟㗎，咁係一個占卜術嚟㗎。係。咁啊，我哋係六任先法，我哋係通過法術去進行做法，甚至我哋六任咧基本上係玩神通為主㗎，呢個個都知㗎啦。即係我哋俗稱嘅叫乩童啦、上身啦、變身啦咁樣，係以呢方面去尋找。咁啊，呢個咧曾經我有個案例嘅，咁啊就係一個善信，咁啊一樣就打電話過嚟，跟住講講，喂，發面師傅啊，跟住我個仔唔見咗，我喺個停車場度，跟住咧就揾唔翻我個仔，跟住當時我哋就即刻開咗天下，跟住同佢講，不如你翻部車度揾啦，好冇？跟住車附近，喺車附近，然後佢翻去個車嗰度，跟住佢話唔見啊咁樣，佢好急喎，跟住你再揾真啲，原來個仔喺部車入邊瞓覺，咁啊你嗰啲玻璃窗係黑色噶嘛，佢睇唔清，佢好急睇唔到。小六壬它可能是一種用點手指的方法去預測，但是你都不用啦，開天眼什麼都看到了，所以要看到他在小六壬會很適合初學者，或者是小學生都可以學，因為它只屬6個宮，然後就隨便給3個數字，或者是直接按時間年月日時也可以，它很方便。揾嘢咧，小六壬係一流嘅，大安啊，速喜啊，流年啊，赤口啊，空亡大小吉係小吉，最簡單最快上手嘅學術去玩住先。小六壬一定係一個令到大家去對玄學開始感興趣嘅一樣嘢。但係我覺得依家啲小學生都好易上手小六壬，因為小學生小學生好易唔見嘢啊！我女成日阿媽，我啲筆袋唔見咗，啊我隻公仔喺邊？我話你自己算㗎嘛。那你當年為什麼會學奇門遁甲？從那麼厲害的術數開始學？我也不是小學學的。就是你為什麼？就是你從學藝的這一段經歷來說，為什麼一下子就選中這個奇門遁甲這一？因為很多古書上講那些牛逼的人，他們都是會奇門遁甲，比如諸葛亮啊、郭璞啊、黃石公啊、張良啊。向先賢學習嘛。對，結果一學發現，哎，他在現代很多的生活，哎也可以用。就是我會覺得每位師傅，你們走上這不同的道路啊，我個人覺得不同的術數的門類是有這個指引，或者說自己的選擇。冥冥中。對，但是我呢，作為一個普通人，可能我學了3腳貓功夫，幫女孩看個手相啊，看個面相啊，剛剛說了要學摸骨。嗱，啱先阿慕雲師傅咧講小學未可以學嘅，但係我小學就已經開始去接觸手相。係啦。人哋小學手相準還是面相準？啊，你覺得手相準還是面相準？嗱，你可以講兩個咧都準，佢嘅核心係咩咧？只不過係有啲好細緻嘅大運流年咧，佢睇唔到，係啦。但係你睇一個性格啊、才華啊，嗱，你睇多啲人，其實你都識睇面相㗎。咩人鹹濕嘅？但是現在女孩子面相看不準。
很太高科技了。看相跟看手相，其实有时候不只是看它里面读出来的信息，还有颜色和气。特别是中医，其实中医都会面相和手相的。有的人会觉得说手相跟面相，你又想说我没高科技，但我今天化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多次都是大师兄给我看面相，你给大师兄看面相。还有没讲完呢，手相跟面相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唔準。手相和面相，哎，你说不是不准，它不稳定。对，它会随着一个人的状态而改变。比如说最近如果一个人有官非，他脸色是不一样的。或者我最近看一个朋友，然后看他面上这个位置，他是有青气、青色的气，哦，他家祖坟可能有点问题，或者是右边的眉毛突然间断了，这2天他说他不小心割的，但是没有不小心，所有偶然它都是必然，就对应了他爸爸最近的身体有问题。我们老是说福气，福气，首先就是有钱的一定稍微有肉。所以我一直不减肥的原因，这是我这个就是我圆的原因是吧？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师兄越来越帅？就是他人往高处走的时候，面相也是会改变的。而且有一点，你是不是因为在风水说道才这么评价他？评价了？而家暫停，擺翻我10年前嘅相出嚟，是兩回事。係咪依家靚仔啲咧？嗱，即係有背景啊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很多人他整得很漂亮，但他的福报为什么一直上不来？还有外面很多人去搞那种什么风水眉啊，搞了很多乱七八糟，最后为什么运气没上来？你的眉毛是不是风水眉？你的眉毛是自己画的。因为我也看过，就是我们是用神通去看，当他整了容之后，他的命格是改变了。如果你真的可以改變，即係有個咁嘅福報先得。係冇錯冇錯，即係我哋有個善信，佢係全面改晒。佢話我按照所有嘅玄學書籍，所有嘅嘢跟住去變嘅，咁啊全部都靚嘅。但係呢樣嘢嘅話咧，我哋一 check 出嚟，由於佢全變咗嘅情況之下，佢成條命啊基本上80%-90%全改㗎啦。佢又變好定係變唔好？誒，當然係變唔好啦，唔係揾我做咩啫？好明顯就變好咗，佢好自信㗎嘛，佢揾我哋做咩？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，你從高維啊，就是宇宙的視角，或者說這個天眼的視角來看，那個形象真的和我們現實的形象是一樣的？不是，它不是這樣的。它在高維的空間來講，它是一股氣，一股能量來的，它可以隨時變換當中。例如我想看，就是指緣你，然後你的原生是怎麼樣，它會按照我的喜好，或者按照你現在的樣子化身給我看。我哋有時候都有學神霄派嘅一啲叫做洞察術咧，即係望氣嘅。咁咧就望佢咧就即係譬如話佢嘅道士咧，我會望到你咧上面嘅顏色咧係會着住個袍嘅。哦，係咁。就是古代那種袍。唔係就係道士袍。道士袍。道士袍，我知道哦，原來佢係有職業嘅。係啦係啦係啦，學到係啦係啦係啦。有一句話叫30歲之前的長相是父母給的，然後30歲以後的長相是自己修為的。可以理解。原理到底是可以理解係咩？相由心生。係啦，30歲之前咧都係你嘅先天命格，你自己未有咁多嘅主觀能動性嘅時候咧，好多嘢都係屋企人要求你點樣啊，你要向住呢個行。30歲之後咧，你有咗自己嘅一個主觀能動性啦，開始按照自己嘅思考去行自己嘅世界啦。咁呢個係冇錯，相由心生係你呢個時候嘅相，按照你呢時候嘅心態出嚟。呢個叫後天。我覺得市面上面很多流派啦，什麼微信頭像給你算命啦，手機號碼給你算命啦，然後我改一個名我就發達啦。其實這個梅花藝術裡面一樣的，我心為法，什麼都可以算。但是問題是，給你一個手機號碼就能改變命運，你信嗎？其實跟法明師兄說的一樣，我全部整成一個很漂亮的這個五官，最後還是賴爺。對，他的福德也不夠支撐，他福德也在消耗過程當中。那其實今天剛好那麼多位老師在我的面前了，那我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我想選擇一門術數去學習，那什麼東西是我挑選這個東西的標準？我自己哈，可能有的人是天賦型選手，他不需要，他可能出來就已經有神通。但是我自己是由術而入法，再由法而入道，就是所有的術數它是同根的，所以你選擇一個跟你有緣，或是你覺得好入手的，其實很多人最開始都是玩梅花藝術，就裡面已經有我們的所有的周易的東西，它已經是奇門遁甲的奶奶，你基本會了，後面所有術數對你來說都沒問題。好，我個人認為你就是修心修道
为主，因为现在的社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人是比较浮躁，心理也有点问题，家庭啊、金钱啊都会出现问题。具体通过什么手段？可以去寺庙那边上个香，领一下主持要首先增强我们的信仰。另一样东西的话，我们可以修行打坐，安安静静的这样静着心静下来。一些大老板或者一些企业家，他很喜欢晚上打坐，晚上静静的待在那里，其实也是思考。对，他在思考，其实也在通过四维世界，让更高维的神灵给到我们一些灵感。好，那最後啦，看一下師兄有什麼建議？係嗱，咁我都講咗咁多集啦，事實上咧都要俾大家嚟少少嘅總結啦。對於術數嚟講咧，尤其好似係只要咁樣嘅大家小白啦，要 BB 啦，要去學嘅話咧，考慮嘅始終都係3個因素嘅。好多人咧學術數咧，第一個想係求準確嘅、精準嘅，咁啊精準嘅術數咧佢好。但係咧佢就會少咗一個叫做改變嘅可能性，逆天嘅可能性就少咗啦。咁啊，第二個咧，譬如話我哋學啲叫做術啊又好，法又好咧，佢係一啲叫做逆天改命嘅嘢。但係咧呢樣嘢咧成負好深，你能唔能夠自己去孭得住咁多嘅成負？佢係窮嘅，你幫佢變得富有咗，咁佢原先嘅負債去咗邊？喺你身上咯。咁你係咪可以孭得到？自己有冇咁嘅本事？有冇咁嘅福報？你問翻先。係啊，第3個作為小白嘅話，我覺得安全係數好重要。安全第一。係啦，即係話好多人都追求快啦，追求有效啦，追求眼前嘅利益啦，即係話好快咁樣獲得巨大嘅能量嘅。如果有佢呢樣嘢，對你嘅未來一定有好大嘅反噬。事實上，任何一種術數咧，佢冇高低之分嘅。你哪怕你淨係數手指，你能夠玩到出神入化咧，其實你都係個大師。所有創立呢啲門派學術嘅歷代嘅先師，都喺你身後睇住你。好，那今期的節目真的是太精彩了，感謝我們3位老師的分享啦。但是在節目的最後，我想對大家說，我們一定要相信科學，文明修道，科學飛升。